各位觀眾，我最喜歡的 Ju Holiday 被削弱了，多好的 Nothing Beats Ju Holiday 呢？好了，不靠腰了啦。其實我會哭，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時間是早上6點啊，真的是累死我了。好了，那麼老樣子啦，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伺服器的內容，所以呢，跟實際上線的效果呢，可能會有所不同的。不過呢，通常到了2測，其實距離正式上線也不遠了啦。角色的模板呢，也差不多都定型了，大概就是針对一些地方小修而已。好啦，我們來看看這一次它到底削弱了哪一些東西吧。難開高了，爽就站起來啦！在正片開始之前，在此跟各位推薦一個玩全明星街球派對的最佳利器，那就是網易官方指定配合合作的木木模擬器。在手機的小螢幕上面玩起來不夠爽，或者是玩久就開始發熱掉幀，那麼木木模擬器就會是你最好的解決方案。那麼還有一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木木模擬器因為是跟網易官方合作，它在最新的技術上面是有所突破，所以它也是目前最適合全明星街球派對的一個模擬器。它的反應速度都是有跟全明星街球派对這個遊戲來做過優化的，這樣一來你就不用怕踩不到干擾、蓋不到鍋啦。現在就立刻點擊影片下方說明欄的鏈接來下載木木模擬器吧。好了，第一個就是它的大招啦，進攻大旗的士氣值消耗原800點改為1000點。哦，各位注意有一個細節哦，它只調整大招當中的進攻方的這一個大招士氣值哦，所以防守方一樣是800點，我想應該是不變的。另外移除了一個進攻的優勢技能，就是4米以內出手後大幅增加蓋帽抵抗率的效果。另外第二個就是針對它的主要核心被動技能去做削弱，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就是它的受干擾範圍變稍微大了一點點。再來第三個強壯領航，它的冷卻時間從1.5秒改為4秒。那麼其實強壯領航就是它的終結技能啦，包括它的上籃以及它的後撤步投籃，現在 CD 變成4秒鐘了。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CD 會不會影響到它跟隊友去刷對抗呢？來，我現在後撤，然後傳球，好，後撤，然後再傳球，好，然後後撤，然後再傳球，似乎是沒有差別的，基本上都還是可以無限的去刷對抗。那如果說我是上籃分球，好，我就不能夠馬上上籃分球了，那我覺得也還可以啦。但是如果說我要直接去刷對抗也是可以的，像這樣子。確認對方身位有離我近一點的時候呢，我再去使用2點來產生對抗，這樣就可以強制出一個空檔。所以基本上對於他整體的進攻套路來說，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是我認為最應該加 CD 的應該是他的對抗投籃才對。不過這個沒有改，算了，沒關係，可能他的對抗投籃真的不是那麼好撞。好，再來下一個2敗俱傷的效果調整。第一個針對防守狀態做 nerf。假投的時候，對手處於3米範圍內，Ju Holiday搶斷成功率大幅增加的效果被小幅減少了。不過我想搶斷成功率應該還是蠻高的啦。好了，再來。如果你2敗俱傷衝搶斷成功的話呢，下回合 Ju Holiday 的投籃命中率直接變成大幅減少啦！哇，這一刀下的有點狠哦，等於說我只要搶斷成功，我下回合就不用進攻了。現實中的 Ju Holiday 應該也沒有那麼誇張吧？我自己是覺得這招會高幾率變回小幅減少了，要不然我犧牲那個球權，下回合人家直接不防我了。好，再來下一個戰術發起技能冷卻時間3秒變成8秒了。那你也可以從它的技能說明當中看到，它在冷卻時間這邊已經注明了哦，8秒，並且單回合內至多2次哦，就是你一傳球之後你不能瘋狂衝刺的意思啦。並且原本戰術摧毀它的觸發方式改為使用無限鎖定的防守回合內才能觸發。哇，這個有點傷啊。然後另外針對被逼停的狀態的時候，它的搶斷概率會小幅增加，也就是說常駐的帝王超球已經沒了。你現在如果想要在對方突破的瞬間去直接逼停對方並且超球的話呢，你必須要先開啟大招。不過他似乎沒有去規定說你一定要鎖定在你前方的那位球員身上，就算你是鎖定別人，你應該也是可以逼停你對位的人的。哇，那我認真覺得這個算是大幅削弱啊。我如果要超解，我還必須要先累積到800點的大招能量，
還要必須要在對方剛好突破的時候去給他戳停，還要剛好系統賞臉，給我這個抄截，我才能夠把這個球抄下來。我覺得現在這樣看起來，他抄截要獲得球權的效率就不是這麼高了。然後另外，他原本有一個3秒內干擾屬性跟撞停對手概率大幅增加的效果，調整到釋放預判緊逼技能後生效。那預判緊逼其實就是他在防守回合內呢，可以使用一次 dash 完之後的3秒內，他會去生效這個效果了。好，再來，各位，這個是最大幅度的削弱啊！天賦技能制勝一擊，也就是他的接球投籃，他每個回合進攻最後5秒，專屬投籃技能被蓋帽角度固定為120，專屬上籃技能被蓋帽角度固定為240的效果移掉了，應該的。這個原本在一測的時候看起來直接把我們的老詹打臉打爛的技能呢，現在直接移掉了。確實啊，這個技能如果給到他真的太扯了，我覺得你給到 KD 倒還好，所以我覺得這個移的算合理。好了，那最後一個就是針對他的4級徽章調整，補防大師變成防守威脅，改了個名字，然後呢，面對投籃的時候呢，干擾率增加。那雖然是這樣子大幅削弱了，但是他的進攻會不會因為這一系列的操作而有所影響呢？我們來試試看吧。好了，我們就用一個比較常見的對戰組合來試試看。好，我們來試試看，刷個對抗。喲呼！哦，撞到了。biu！ 哦，他這個距離抓得剛剛好。biu！ 哦，其實你只要稍微站後面一點就好了。我感覺這個防守的技巧有一點點像是守湯普森的感覺。哦，還是觸發對抗了。哇，這個對抗，老實說，你必須要站得很貼才會觸發。那我們這次直接用持球的進攻來試試看。哦，等一下，這個持球進攻有一點強勢，就是你如果用這個對抗來打2分的話，蠻好用的。哇，這個真的，他的突破動作也很快，他的突破動作沒有修正速度。哇，而且我覺得他能量超快的。你看我剛才這樣子弄一用，我一回合我已經用了3次大招了。OK， 實測完，簡單來說就是他的對抗側投在3分線的時候其實蠻容易被踩到的，但是如果說是在2分線那個干擾區稍微縮小一點的話呢，對抗側投就會變得非常好用。那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合理啊，畢竟如果說能夠在3分線一直瘋狂刷對抗的話，那就是皮爾斯 2.0 嘛。那另外就是他在防守的時候，對方突破之後能夠使用的那個逼停超截啊。哇，我觉得现在的使用難度變得高很多，因為畢竟全明星裡面的角色百百種嘛，那每一個角色的突破方式跟位置其實都有蠻大的差異，所以對於 Jrue Holiday 來說要去做這些預判突破並且抄截，我覺得還是有難度的，比較偏向是給那一種平常就有在玩2號位觀察防守站位的玩家啦。但我覺得到時候要玩的話，錢呢我應該是會帶這一套啦，因為畢竟我覺得搶斷對於 Jrue Holiday 來說還蠻重要的。整體來說，雖然這個角色進攻看起來好像很強勢，但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都還蠻好踩的。就大概是作為一個陣容當中的進攻2把手是沒問題的，但如果說你要用它來當主要核心做進攻點的話，可能就沒有像 SGA Wade 一樣這麼強勢哦。但我覺得他在防守方的時候給到對方的壓力還是蠻大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的能量循環這件事情，可以讓我方的能量呢一直不斷的增加。那我覺得他配字母哥應該會是一個蠻猛的組合哦，就基本上你可以感受到這一次的字母哥的加強跟這個角色他們的搭配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我也蠻期待正式上線之後他跟字母哥搭配在一起的絕妙組合哦。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2次測試伺服器的開箱報告啦。老話一句哦，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伺服器的內容哦，所以呢正式上線之後可能結果會有所不同，還請大家特別注意哦。好啦，我是台灣人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